一辆黑色汽车在小区内自燃，貌似一个煤气罐在车内爆炸了，气罐落地上活蹦乱跳的，就像哪吒的风火轮。这是某个车企新出的烟雾除菌功能，望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此功能，烟雾太大，污染环境。这是哪个品牌的新能源起的烟雾这么大？看样子马上要自燃了，在荒郊等消防来了，都剩车架子了。电车从发动机舱自燃是什么原因？难道是线路连电造成的起火？汽车配件用料良心也不至于起火。这个车企目前号称自燃王，原地不动都能起火，难道是车自己会生气发的怒火？这是一辆美系商务车，估计是800里去公章的路上突然自燃，3名好汉拿着灭火器也未能将火灭掉。这场火灾也是够奇葩的，车都起火，司机也看不到吗？板车哪怕再有保险，也不能这么为所欲为啊，好歹把黑车开走啊。幸亏这辆车周围的树木不多，引起火灾就是大了，烧得仅剩铁壳子，直接拖到废品站论斤称吧。这可是国产越野界的拔河冠军，也曾是一代越野的神话，估计是年限大了，也该退休了，直接自燃结束了自己。这是小鹏电动车行驶中冒烟，幸亏消防员及时赶到，避免一场火灾，估计以后车主再也不敢买新能源了。这次到了我的知识盲区了，这是啥品牌的车？都烧的只剩下铁架子，唯一有价值的就剩下2个轮胎了。这辆面包车装了一车汽油吧？这纵火面积也太大了，燃油车还是比新能源安全，这么大火势也没发生爆炸。还是比亚迪车主有安全意识，车自燃的时候把车门还发动机盖都打开了。这是宝骏的小越野在路上发生自燃，五菱神车旗下的车也是不安全啊。哪位大神能看出这是哪个车企的新能源行驶中发生自燃？给大家避避坑，谨防上当。雪佛兰创酷在行驶中发生自燃，也是发动机舱起火，建议大家以后还是换自行车吧。又是一个华为智障驾驶的经典案例，在大白天视野开阔的道路上，一辆华为问界汽车按照车道线的箭头直接右拐，这时候后方突然窜出了一辆车，问界没有任何的避让，主动防撞 AEB 也没有启动。不是说华为发明了主动安全吗？车屁股上也有的，这次怎么跟没有看见一样，直接变到撞车了。华为这么智障的智能驾驶，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人用，甚至有人在知道华为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会送命，但是他还是要在大晚上去测试一下。这个影片就是他用别人的小命来试的成果。华为自驾 NCA 的一个执行无保护执行发生的一个事情啊，非常的触目惊心啊。就是说我们华为自驾在这种无保护执行的时候，它压根就没有识别跟减速观察的这个策略啊，代码根本就敲不了，它根本应付不了这个场景啊。为什么蒙雷大叔昨天会去测这个场景呢？是因为我看了一个网友分享的问界 M7 啊，在这个无保护左转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不保护观察。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前面是左转，是一个无保护的左转啊，然后这个时候呢，问界 M7 根本就没有减速观察，直接冲出去了，然后这个直行道上很多大车跟小车这样开过来啊，非常的危险，非常的恐怖啊。所以梅脸大叔觉得这个事情太不可思议了，就去昨天去测了一下，结果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啊。我们接下去呢是我先完整的看一下我们昨天晚上这个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这次把这个导航设的远一点啊，等一下有人说那啥。好，我们导航设的稍微远一点。智驾领航已激活。28、29、30、32、33，还在加速，还在加速。非常的吓人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行车记录仪的画面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十字路口啊，有个大大的停字在这里啊。华为不仅没有识别到这个停，而且像这种无保护的直行啊，它根本就没有这种停车观察左右前后有没有一个行车危险啊，它就直接的就猛猛的往上干了。这就说明它这个华为自驾根本就没有识别到这种什么所谓的无保护直行的这种概念。
啊，这种场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然后这里呢，也再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无保护直行啊，就是在这种没有红绿灯的、没有具体的交通指示告诉你这个时候是直行的走，还是左面的走，还是右边的车走的时候，就叫无保护的一个直行。那么你就要停在这个路口，大家看到前面有个减速带呀，在这个减速带之前要停下来，要观察啊，等你发现没有危险的时候再进行一个驾驶啊。华为根本就没有这个策略，所以结合我们这一个视频以及我们网上问界 M7那个无保护左转的视频啊，说明华为问界自驾在城区里面，大家千万一定要小心啊！现在是非常的不完善，现在这个版本啊，有时候真的看不懂这些人的脑回路。他之前都看到过问界车主被大货车包围，差点升天的影片，还要去试。如果仅仅是验证，可以找个白天的时间去，或者找个人少的道路测试也行。非要大晚上的去试，还要找这样一个上坡路，不知道电动车司机会不会晚上做噩梦，不明不白就做了华为问界的实验对象了，还差点丢了小命儿。看它这么一个表现啊，这里一个左转，请立即接管。于大嘴，你在干什么？于大嘴，你不是在前面乡里面吗？给我好好开车行不行？太离谱了！出门11分钟，4个接管。就是这样的智能驾驶，还有它小康汽车的质量，但是依旧还是有人争当野生销售，无私奉献，没有任何的报酬，主打一个为爱发电，有野生销售，发视频差点把自己感动哭了。当这个问界野生销售，然后为爱发电这个事情，很多人他都想不通，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是不是自己贴钱？今天我是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它的意义所在。我不是已经推出去10台了吗？其实我真正联系到，就是有跟我互动的只有5、6个人，剩下的几个人他都是偷摸扫你的码。我连他人在哪是谁我都不知道，然后去抖音上找也找不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真的，人家不在乎你那份特长，也不在乎你的积分，就是纯纯的给你一点动力。这是一个粉丝说的，我想给你一点动力啊，我花几十万买车，我在乎你的1万个积分，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你以前不是说过你提车的时候没有什么小熊啊？他说我给我送你一个小熊，当时听了之后我心里暖暖的，知道吧？就是很感动，就是我们人生要追求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双向奔赴你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来回应你这种，这就是让人内心很动容很感动。然后就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还有喷你的那一些人，那些膝盖与泥土混账在一起的人，他是不理解你这种行为的，他也不理解我们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知道吗？你说他不理解也就算了，他还喷你，是不是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他就会觉得别人做的全都是假的，全都是有目的的。总有人一路风尘仆仆追赶星河，总有人一天到晚怨天怨地质疑这个怀疑那个，什么都是别人的好，空气都是别人家的香，好吗？当然千金难买人愿意了，可是当华为把问界卖了之后，就有人哭了。有华为粉丝发视频表示，华为，我作为你的花粉，手机买的是你的，手表买的也是你的，耳机买的也是你的呀，你不能这样跟我作对嘛？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花粉，啥我都支持你，你不能给我来这一出嘛？这辆问界 M5 我收的早，我不说了，就在前2天你来了个以25一把这个华为的这个技术，还有这个产品卖给了人家赛力斯啊，我这整了3台问界 M7，23年12月的5座版本，23年12月的6座版本，还有23年12月的6座版本，3台 M7， 还有2台在路上。你说卖你就卖了，我这点掐的怎么这么准？我刚收完这几台，你不是25亿你就卖了，你不耍了呀？上面都是各个带的是激光雷达，全部是带有智能驾驶，华为是我点背了，还是你这个方案已经预谋已经很久了，你最后才官宣出来，这是咋弄的嘛？你看展厅现在这么多车，全是电动车，咱们还想好好再干一蹦子呢。这些 M7 你们还会买吗？这种 M7 现在是赛力斯品牌的车嘞。小米汽车又出事故，现在风控严重，视频根本发不出来，只能看到图片。从图片可以看出，小米汽车已经翻过来了，4脚朝天，而且整个车身感觉已经撞得稀烂，拧成了麻花，已经散架了。从后续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是开启了小米的智能驾驶，从中间车道突然失控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车主当时应该是因为信任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直接被送上救护车。事后表示自己不买车了。这智能辅助驾驶太恐怖了，不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车机再重启一下，或许能恢复呢？估计这种图片也留不了多久，毕竟小米的法务非常的强大。像这个小鹏的汽车跑着跑着，前机盖直接掀开了，把前风玻璃都打碎了，真的是高科技。有人猜测是应急防撞系统在遇到特定情况掀起机盖保护车主，但是那智障的车机系统到底检测到了什么？到现在小鹏汽车也没有给出回复，难道是独家黑科技？Plus DM-i 换了电池一想把电池拆下来了，在这个车身的骨架梁里边发现了他们出厂的时候啊带了一个也不知道是工具，也不知道是那个别的零件。什么工具什么零件4S店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是要切割这个梁去把那个东西取出来啊。那颗硬伸进去看了吗？从那个小孔里面伸到里面去看到，这好像是个什么东西的花件啊。你想找我帮什么忙啊？他们要把这个梁给切割的话，对这个车身有没有影响？那你说好好的车你要切割，你说有没有影响？这是哪个梁啊？主驾的座椅下面的那个固定动力电池的那个梁。这个孔就是一个排水口呢，还是这个螺丝孔啊？这个是在梁上面的一个圆孔，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干嘛，装那个动力电池的边上。那就说在厂家生产的时候就落里面去了。对对，他们是这样说的，因为那个零部件上面有跟车身一模一样的地方。这个梁切割我说不好呀。他们这也太大意了，竟然把这个工具啊或者零件啊都直接放在里面不取出来。这不相当于我去医院做手术，结果把手术刀落我肚子里了？你说，哎呀，这比亚迪。我昨天跟他们打了一个比喻，我说这等于娶了个老婆送了个孩子。你这个比喻不恰当，那还是我那个落手术刀的恰当。你现在的要求是想怎么样？取出来然后看一下，给一点补偿，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补偿怎么跟他们说或者怎么样。这个事儿退换车好像也比较扯，但是理论上来说这事儿应该退换车。之前没想吗？没有，他们上板车拖去换了动力电池回来就想，他以前肯定是这个油漆跟油漆是粘牢的，再把它粘回去呢？也有这个想法，但是 4S 店说上包厂家最好是取出来。最简单的方法，这个地方它本身里面是空的，你用发泡剂把它打进去，把它固定了不就行了吗？其实我昨天我也有给他这个建议，这个梁毕竟人家出了大事故才会动这个梁啊。对啊，你到时候你这个车卖的时候，二手车呢产生多大影响啊？你如果是打了发泡剂之后打点胶进去，它如果说不响了，在里面就在里面，总比你把梁直接切开来好吧？我觉得肯定是这个方法好，然后适当让对方索赔。这个事儿太不应该了，这是应该给曝光曝光，让这比亚迪的厂家以后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得好好自查一下，这个他完全能查得到是哪条生产线哪天生产的，哪个工人把东西掉进去的，因为在生产线上所有的零部件包括工序每天都要查的。关键是为了找这个一响，把我整个车能拆的地方全部都拆完了，所以说要适当的给你索赔啊。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故意抹黑比亚迪了？最近比亚迪公关部出手了。在前几天，比亚迪网络举报中心发布消息称，近期发布悬赏以来，比亚迪收到了上千封邮件和私信，向其提供了文字信息、链接、图片、视频等内容。经过一系列的识别、筛选、评估后，比亚迪拟对部分线索提供人提供1000、5万、10万、30万元人民币不等的初步奖励，共计21人。对此，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表示，等待公布幕后黑手，看的我都想打入内部去举报了。比亚迪来真的呀，希望网络环境越来越干净吧。但也有网友留言称，你们这品牌太吓人了。比亚迪玩得厉害，小米也不差，最近被疑似官方点名了，是涉嫌炒作热搜。有关部门在捣毁了一个大型水军团伙后，发布了公告。牵涉其中的一共有16家企业，这16家企业的具体名称没有公布，但是说了之后的3到6个月内，除非有省级媒体的参与，这些车企都不能再上热搜了。那首先就把问界给排除了，因为刚公布没几天，问界 N9 就已经上过热搜了。而且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小米之家能领雪糕的事情，这2天很短暂的在热搜上待了一会儿，而且还一度排到了热搜榜1。那这里就要解释一下，是不允许那16家的车再上热搜，他们家的其他产品还是不受限制哈。当然我不是说小米汽车就是这16家之一啊，其实要想知道他们都是谁，也不是什么难事啊。这些靠水军刷热搜的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集中几天在热搜榜上至少会发现3条以上的词条，而除了这几天以外的时间呢，基本就不可能出现在热搜榜上。然后再结合一下排除法，在接下来3个月里能上热搜的车肯定就不是。那这样来呢，16家到底是谁，是不是数都能数得出来了？大部分猜的是小米，毕竟在小米 SU7 发布以后，热搜就没有停过。